第88章落幕。望着下手毫不留情的萧炎，加列奥脸色惨白，恐惧的神色笼罩着脸庞。街道之上，瞧着那加列奥即将血溅当场，在场的人都不由轻吸了一口凉气。萧炎这干脆利落的举动，让得很多人对他有种刮目相看的感觉。萧玉微张着红润小嘴，全身僵硬地立在原处。萧炎这说杀就杀的利落性子，简直颠覆了以前他在前者心中的温和形象。萧玉怎么也想不到，那平日里与他打闹耍脾气的少年，真要发起狠了，竟然如此老辣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随着萧炎手中的铁棍移动着。然而就在铁棍距离加列奥脑袋仅有半米距离时，暴喝声却是宛如炸雷一般在街道之上突兀响起。萧家的小子挑战切磋而已，居然敢下如此狠手。听着这蕴含着暴怒的喝声，萧炎眼睛微眯，嘴角泛起一抹冷笑，手中铁棍不但未曾停止，反而以更加凶悍的力道狠狠砸下。给我滚开！萧炎的举动明显惹起了先前大喝之人的怒火，一声怒骂，尖锐的破风劲气呼啸而出，犹如一抹青色闪电一般，从萧炎铁棍中间横切而过。顿时坚硬的铁棍凭空断裂成两截，断口处光滑如镜。铁棍被轻易切成两半，萧炎脸色微变，牙齿一咬，刚欲发狠将手中剩余的半截铁棍插进加列奥的喉咙，那青色劲气再次袭来，强烈的风压竟然让得萧炎呼吸有些急促。眼瞳微缩，使劲插下的铁棍却是犹如被一层看不见的封膜隔离了一般，无论如何都是砸不下去。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萧炎右手紧握着铁棍，身体微偏，旋即猛然扭过，手中的铁棍脱手而出，化为一道黑影，狠狠地射向半空之处飞跃而来的人影。哼！见到萧炎居然敢出手攻击自己，人影冷哼了一声，双手曲卷成爪，在身前猛地一阵挥舞，浓郁的青色斗气形成几道淡青色的能量锋刃，手指一弹，锋刃离手而出，将那一截铁棍切成10几块碎铁。小小年纪，心肠却是如此狠毒，今天我倒要带肖战好好教训一下。在击碎铁棍之后，人影冷笑一声，双掌之中青色斗气急速凝聚，一圈风卷在其脚下成型，然后将之驮负在半空之中，身形犹如一颗炮弹一般对着萧炎俯冲而下，手掌一挥，一道淡青色斗气锋刃再次凭空出现，对着萧炎爆射而去。锋刃所产生的强烈风压将地面上的杂物吹得干干净净，纤尘不染。教训我？你算个屁！还是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吧。冷笑着摇了摇头，萧炎已经从斗气的属性中认出了来人，正是加列奥的父亲加列毕。脸庞平静地望着疾射而来的锋刃，在其即将进入头顶5米距离时，萧炎手掌猛地对着脚下地面一掌击出，无形劲气爆冲而出，在接触到地面之后，顿时将萧炎的身形反冲上半空，身子在半空凌空一翻，然后稳稳地落在10几米开外的空地之上。锋刃落空，嗤的一声，将坚硬的石板之上留下一道足足寸许多深的深痕。父亲，杀了他！望着那从半空俯冲而下的人影，加列奥脸庞狂喜，旋即怨毒的大喝道。落下地来，加列毕脸色阴沉地望了一眼加列奥的手臂，脸皮微微一抽，眼瞳中掠过森寒的杀意，并未答话，脚掌在地面一踏，再次猛冲向萧炎。让我来试试你这萧家天才究竟有何了不起之处。从加列毕的出现到萧炎的急退，不过是片刻时间，当众人瞧得加列毕竟然以大斗师的身份偷袭一名少年斗者之后，都不由响起漫天嘘声。妈的，加列老狗，你个大西瓜还真有脸出手！看着竟然不顾双方身份的差距再次冲过来的加列毕，萧炎脸色终于变得有些难看，大骂道：小子，你打断了我儿子的手，想安然无恙就走，哪这么容易？加列毕脚掌在地面一踏，身形竟然便是犹如一阵清风一般，诡异地出现在了萧炎头顶之上，面无表情的脸庞上闪过一抹狰狞，拳头猛地紧握，其上汹涌的青色斗气急速凝聚成了巨大的青色漩涡。我操，竟然还用玄阶斗技！加列老狗，
加列家族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感受到加列璧拳头上所蕴含的狂猛劲道，萧炎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一只手掌悄悄地抚上了手指上的漆黑戒指。不远处，望着身陷险境的萧炎，薰儿小脸微变，缓缓地轻吐了一口气，秋水般的眸子中，金色火焰逐渐的腾烧，纤手之中，但金色斗气也开始凝聚出凶悍的劲气。然而就在萧炎准备自救，以及薰儿准备抢救之时，一道充斥着暴怒的大吼声再次突兀地在街道上炸响。妈的，加列老狗，我肖战的儿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个杂种来教训了？喝声刚落，一道全身泛着火红的人影猛地从方室之外闪掠而来，脚掌在一处房顶之上狠狠一踏，身形便以闪电般的出现在萧炎面前，仰头一声大吼，吼声中竟然隐隐有着失吟之声。尸山裂！脸庞森然，肖战铁拳紧握，旋即猛地对着头顶之上的加列臂轰出，拳头之上巨大的红色狮子头若隐若现。轰！青红交接，宛如闷雷般的炸响，让得街道上的大部分人感到有些耳朵发懵。半空中交轰的两人身体微震，旋即身形暴退，肖战在退开之时也顺带一把将萧炎抓在了身后，脚步急促在地面上退后几步，每一步都在地板上留下一个肉眼可见的脚印，由此可见双方对轰的力量有多强悍。化去劲气，肖战阴冷地瞥着不远处的加列璧，冷笑道：加列璧，你还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，竟然有脸对晚辈出手。加列璧脸色阴沉，嘴角微微一抽，指着地上的加列奥，阴冷的道：他把我儿子打成这模样，肖战，今日你得给我个交代。交代？交代个屁啊！刚才要不是我儿子机灵，现在躺地上的就该换他了，到时候我是不是得要你给个交代啊？肖战嗤笑了一声，剽悍的破口大骂：这挑战是你儿子发出来，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，而且挑战断胳膊断腿很正常嘛，何必大惊小怪？肖战脸庞的凶悍缓缓收敛，笑眯眯的道：你。脸庞急促地抽搐了几下，加列璧望着那满场的戏谑目光，知道今日已经失去对萧炎最好出手机会的他，只得咬牙切齿的道：别让我抓住机会，否则这句话反送给你。笑了笑，肖战的眼瞳中同样是凶光闪掠。好，好，等着吧。怒极反笑的点了点头，加列璧上前将痛苦嚎叫的加列奥夹在手臂之下，转身就走。在经过柳席之时，望着他那目瞪口呆的模样，心中的怒火再次涌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压抑着怒气沉声道：柳席先生，走吧。那女孩柳席将不甘的目光投向不远处的薰儿，眼角急促地跳了几跳。加列璧现在几乎有种当场拍死这脑中只有女人的白痴的冲动，拳头紧紧地握了握，片刻后他强迫自己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，此事回去后从长记忆吧。哎，好吧。望着满脸痛苦的加列璧，柳熙只得不甘地点了点头，目光再次淫秽地在薰儿那玲珑身姿上扫过，这才恋恋不舍地跟着加列璧离开方室。目送着狼狈的加列璧一行人行出方室，肖战冷笑了一声，目光在周围扫了扫，然后转过身，望着那嘴角有着一丝血迹的萧炎，目光缓缓柔和，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旋即咂了咂嘴，惋惜道：小家伙下手还不够狠，加列璧就那一个儿子，你如果能把加列奥那玩意踢断了，那加列璧今天应该就会发疯了，而到了那地步，埋伏在外面的3位长老也就有借口联手击杀他了。啧，可惜了。闻言，萧炎愕然，无奈地翻了翻白眼，一旁的薰儿与萧玉却是被这荤话弄得脸颊晕红。听着肖战此话，周围的佣兵不由得感到头皮发麻，难怪儿子如此狠辣，原来这当父亲的还要更甚。